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简单从生活开始。你是否曾经觉得家里的杂物越来越多，生活空间越来越拥挤？每次想找东西时都要翻箱倒柜，却总是找不到真正需要的物品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囤积症在作祟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拒绝囤积，打造简单生活的10个方法。这不仅能让你的居住空间更舒适，还能帮助你减少生活压力，让心灵变得更轻盈。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帮助你改变对物品的态度，学会真正的简单生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踏上简单生活的旅程。第一个方法，培养一进一出的习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家里的杂物不知不觉的累积，往往是因为我们买进新东西，却没有舍弃旧物。当东西越来越多，家里的空间就会变得拥挤，甚至影响生活品质。因此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养成一进一出的习惯。所谓一进一出，就是每当你购买一件新物品时，就必须舍弃一样旧的。例如，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那就要选一件旧衣服捐赠或丢弃。这样不仅能维持物品的平衡，还能避免不必要的囤积。如何实践？设定明确规则。例如，买一件新衣服，丢一件旧衣服。每次购物前，先问自己，家里是否已经有类似的东西？定期检视家中物品，确保它们真的有被使用。如果你能养成这个习惯，家里的物品数量就不会无限增加，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。第二个方法，设定使用期限，未使用就丢。有没有一些东西，你买回来后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却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，结果一放就是好几年，最后甚至忘记它的存在。这就是典型的囤积心理。我们总觉得东西以后可能有用，但事实上，这样的几率往往非常低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为物品设定使用期限。如果超过这段时间还没有使用，那就应该考虑舍弃。如何实践？标注日期。例如，你买了一本书，告诉自己半年内没读就送人。使用待处理箱，把不确定是否要丢的东西放进一个箱子。设定一个期限，例如3个月内没用到就丢掉。问自己，这个东西真的值得占用我的空间吗？这样的做法能帮助我们摆脱未来可能会用到的错觉，真正只留下需要的东西。第3个方法，避免只因便宜就买的冲动。相信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走进商场，看到买1送1、限时折扣的标志，瞬间觉得自己不买就亏了。结果呢，带回家的东西几乎没有用过，最后还是成为家里的杂物。这就是所谓的折扣陷阱。我们买的不是需要的东西，而是因为便宜所以买。如何避免这种冲动购物？购物前先列清单，不买清单以外的东西。问自己，如果它不是折扣品，我还会买吗？推迟购买决策。看到折扣商品时，不要立刻购买，而是等1天，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。学会只购买真正需要的东西，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囤积。第4个方法，学会适量而非过量。有些人喜欢一次买很多东西，例如买1整箱的泡面，囤积1年的卫生纸，觉得这样比较划算。但结果呢？空间被塞满，东西过期没用完，反而浪费更多。如何做到适量购买？每次购物前，先检查家里是否已经有库存。购买前问自己，
这些东西多久能用完，采用小批量，多次购买，而非一次囤积过多，适量购买，才能真正节省金钱和空间。第5个方法，每天花10分钟整理空间。很多人觉得整理家里是一件累人的事，其实你不需要一次清理所有东西，而是可以每天花10分钟，慢慢改善环境。例如，今天整理书桌，明天整理厨房，这样就不会感到压力。如何实践？设定10分钟整理挑战，每天清理一个小区域，设定一个每日整理清单，循序渐进地维持整洁。养成这个习惯，你会发现家里总是整洁有序。第6个方法，建立3个箱子法则。当你在整理时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物品，可以使用3个箱子法则。1. 留存箱，真正需要、经常使用的物品。2. 捐赠箱，可以送给朋友、家人或捐赠的物品。3. 丢弃箱，已经损坏或完全不再使用的物品。这个方法能帮助你更有效率地决定物品的去留。第7个方法，培养极简思维。简单生活并不是让你变得一无所有，而是学会只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如何实践？避免过多装饰品，让空间更简洁，选择高品质、多功能的物品，而非廉价、大量的物品。只要你能掌握极简思维，生活将变得更自由。第8个方法，把整理变成一种乐趣，而不是负担。很多人觉得整理家里是一件麻烦的事，甚至是让人头疼的工作。但如果换个角度，把它当成一种让生活变更好的过程，心态就会完全不同。你可以在整理时放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让整个过程变得更轻松愉快，或者把整理当成一种小小的挑战，例如设定计时器，看看自己能在10分钟内清理多少东西。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增添趣味性。如何让整理变得更有趣？1. 搭配音乐或 podcast， 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，边整理边享受旋律，让时间过得更快。2. 和家人、朋友一起整理，这样不仅能彼此帮助，还能在过程中聊天，让整理变成一种有趣的互动。3. 设计小挑战，例如10分钟内整理好一个抽屉，或者一天丢掉5样没用的东西。当你开始享受整理的过程，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件痛苦的事情，你会发现家里的杂物越来越少，生活品质也会大幅提升。第9个方法，运用数位化，减少实体物品。现在是数位时代，我们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囤积大量的纸张、书籍、照片等实体物品，许多东西都可以透过数位化来保存，既环保又省空间。如何运用数位化？电子书代替纸本书。如果你家里堆满了不再阅读的书籍，可以考虑转向电子书或有声书，不仅节省空间，也能随时随地阅读。扫描文件，建立云端资料库。如果家里的文件堆积成山，可以利用扫描工具，将重要的文件数位化，存到电脑或云端，减少实体文件的占用空间。数位相簿代替传统相册。家里是不是还有很多旧照片？你可以用手机或扫描机把它们转成电子档案，这样不仅方便存取，也不怕照片因时间久远而泛黄损坏。这样做不仅能减少实体物品的累积，还能让你的生活更加便利，避免囤积过多不必要的东西。第10个方法，学会放手，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。
囤积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往往来自于情感依恋。我们不舍得丢掉某些东西，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有用，而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有感情，或者觉得它代表着某段回忆。但是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真正重要的回忆，不是在物品上，而是在我们的心里。学会放手，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轻盈。如何学会放手？1. 问自己，这个东西真的能带给我快乐吗？如果它只是占据空间，并没有让你产生正面的情感，那它就不是必需品。2. 如果真的舍不得丢，可以用拍照的方式保存回忆。例如，你可能不想丢掉某张手写的卡片，但你可以用手机拍照留存，然后将实体卡片送人或回收。3. 把不再需要的物品送给真正会使用的人，例如旧衣服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，让需要的人使用；不玩的玩具可以送给亲戚朋友的小孩，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当我们学会放手，才能真正享受当下，拥有更自由、更轻松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分享的10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你一步步摆脱囤积的困扰，打造更清爽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。让我们来快速回顾这10个重点。1. 培养一进一出的习惯，每买一样新东西，就丢掉一样旧的。2. 设定使用期限，长时间没用的物品，就应该果断舍弃。3. 避免只因便宜就买的冲动，买之前先问自己，如果它不是折扣商品，我还会买吗？4. 学会适量非过量，购物时要精打细算，避免囤积太多。5. 每天花10分钟整理空间，不用一次搞定，养成每天整理一点的习惯。6. 建立3个箱子法则，分类物品，决定哪些该留、该捐、该丢。7. 培养极简思维，只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避免无谓的囤积。8. 让整理变成乐趣，而不是负担。播放音乐，设计小挑战，让整理变得更轻松。9. 运用数位化，减少实体物品，电子书、云端存档，让你的生活更简洁。10. 学会放手，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。真正重要的回忆，在你的心里，而不是在物品上。现在，就请你挑选一样你不再需要的物品，把它送人、捐赠或丢掉吧。开始第一步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简单、更自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学习如何摆脱囤积，拥抱简单生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